听着竞争对手的话，战远觉得唐一威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强大，他都不知道被打击了多少次呢。奶奶吃着不好吃，就要求他重做，反反复复的做。有一次，有一道奶奶喜欢吃的菜，他重做了10次都不能让奶奶满意，奶奶干脆就放弃了吃那道菜。他不觉得那是阴影，反而觉得那是他的不足，让他知道自己做的菜其实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不断的钻研，不断的进步，才会有今天的战远。跟唐一威不熟，况且又是竞争对手的关系，战远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充当一个忠实的听众，听着唐一威唠唠叨叨地说着他后来花了多少时间才算走出那句评价带给他的阴影。过了几年，我第2次去欧阳家面试厨师一职，唐一威唠唠叨叨的总算说到了他的第2次面试。他说到我第2次来面试的时候，欧阳大小姐已经成了欧阳家名副其实的当家人，她是真的很厉害，是个女孩子，又年纪轻轻的，在众多包藏祸心的人当中，都能顺顺利利的掌控着欧阳家的公司。我第2次来面试的时候，不再像第1次那样怀抱着很大的希望。第1次总以为自己很厉害，认为天底下自己的厨艺是最好的。这一次我花了很多心思，很轻松的就过了初次面试，复试则是等了好几天才等到，因为前2次来应聘的人是真的很多，能通过初次面试进入复试的人都有好几个，所以要排着队去复试。欧阳大小姐工作很忙，她不是天天都有时间回家吃饭的，所以复试等待的时间就更长了。我是当时第1个得到复试通知的人，我以为我潜心钻研了多年，厨艺大有长进，这一次肯定能通过复试的。结果有道菜我放错了调料，糖当成了味精，不用说，我又失败了。唐一威自嘲地笑道：“我就是太紧张了，才会犯下那么低级的错误。”听说那一次的复试，欧阳大小姐对我做的饭菜还是吃了一点的，虽说不能让她很满意，至少她能吃得进去了。但是我犯了一次低级的错误，不管我是紧张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在欧阳大小姐那里都不被允许犯的。战远问了句：“会不会是有人将你的调料调换了？”那么多人想进入欧阳家当厨师，会相互陷害竞争对手，估计是常有的事。战远知道职场如商海，尔虞我诈的。唐一威第2次复试说不定是被人调换了调料呢。不会，唐一威肯定地道。战先生已经去面试过，知道我们做菜都是在欧阳家的大厨房里，有管家全程看着的，而且厨房里还有监控，360度无死角，我们所用的食材、调料皆是由欧阳家准备，他们不会调换调料，也不会帮着任何面试者，他们没有那个胆，若是被查到了，欧阳大小姐会毫不留情地将他们赶出欧阳家大宅。在里面上班的人，谁舍得欧阳家的好福利、高薪水？战远也是，我忽略了这一点。那只能说唐先生与欧阳家还是缘分浅了点儿，那是我自己的原因。这一次过来，我的自信心更强了，希望这一次能够成功吧。战先生怎么会想到来欧阳家当厨师的？战先生还这么年轻，可以去大酒店上班，或者自己创业的。他来面试是为了钱，为了名。战远笑了笑，说到挑战性。唐先生不觉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吗？我还年轻，创业不着急。我是听说了欧阳家的厨师这一职，极具挑战性，是验证自己厨艺好不好的工作，而且能入职欧阳家，能带给我一点名气，让我以后无论是找工作还是创业都有帮助。说完后，战远反问着唐一威：“唐先生，你说是不是？你是跟我一样，冲着挑战性和名气来的吗？”唐一威愣了一下后，便笑道：“是呀，能进入欧阳家当厨师，还是颇有点名气的。我也是，我还图欧阳家给的薪资待遇好，我需要钱。”
想到欧阳家给的薪水堪比大集团的高级白领，战远理解的点点头。服务员送上了3个人要的咖啡以及几样小点心。唐天瑜先尝试了小点心，他慢慢的吃着，像是在品尝一下里面放了什么配料似的。战远猜测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喜欢做点心，吃到了这家酒店的点心好吃，想靠着味觉品尝出别人的配料，然后回去后自己钻研。他也经常这样，他们学厨这一行的味觉都很厉害的。爸，这里的点心真心不错，你尝尝。唐天瑜对父亲说道，又招呼着战远，战先生，你也尝尝。战远婉拒了他的好意，我不喜欢甜点，所以他最不擅长的就是点心。上午他用最不擅长的点心都通过了初试，对于明天的复试，战远就信心满满的了。如果他复试不成功，战远默了默，也学唐一威呗，一次不成就来2次、3次，总要成功打进欧阳家大宅的，那样才能通过近水楼台先得月。先好好了解欧阳雅这个人，摸清楚她的品性，看看她值不值得自己去追求，娶为妻过一辈子。不过嘴巴那么挑，真娶了妻，过一辈子的，他可能需要无时无刻都在钻研新的菜谱，才能让他的老婆大人吃上一辈子。这个挑战性更大。唐一威尝了一下小点心，也点点头，说道挺不错的，比你做的有优势，好好品尝，回去后再自己摸索钻研。唐天瑜点点头，他受父亲影响，也很喜欢钻研厨艺，只是他还太年轻，再怎么好学，本事也是有限的。这一次陪父亲过来应试，是想见见世面的。可惜的是，父亲应试时，他不能跟着进去看，只能在欧阳家的庄园门口等待。他第一次见识到真正豪门的豪华。欧阳家是一座占地极广的庄园，他不能进去，就是在门口看着，都觉得豪华又不失大气。有些人呀，真的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唐天瑜狠狠地羡慕了欧阳大小姐一回。战先生，你收到复试通知了吗？唐一威再次问着战远。战远默了默后，老实地答道：不久前才接到管家的电话，通知我明天下午去复试。唐一威立即面露羡慕，但还是很有风度地说道：那恭喜战先生了。这一次前来应试的人并不多，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几家酒店，我也都去拜访过他们了，他们都还没有收到复试的通知，有些还没有去面试。战远笑道：唐先生都去拜访过他们了，大家是竞争对手，你确保别人会跟你说实话？唐一威愣了一下后说道：我们过来面试，做不了假，又不能耍手段阴谋什么的，虽说是竞争对手，说真话假话，其实对别人都没有影响，自己也不会损失。哪怕大家都做相同的菜，各自火候不一样，做出来的菜也就是形似神不似。战远笑了笑说道：大家都不熟悉，防人之心想来他们都有的。不过唐先生说的也有道理，我就不怕唐先生来拜访我，跟我聊做菜的事。我去面试的时候都没有做菜，只是做了点心，欧阳家的二小姐和管家吃了，都说可以。二小姐还带了一盒回公司，说要给欧阳大小姐试试。之后她便接到了复试的电话通知，不用问也知道是她做的点心。欧阳雅吃下去了。欧阳雅，我那是太饿了，怕自己饿得没有体力开2个小时的会议，才会吃你做的点心。战远难吃，你再饿也吃不下去。欧阳雅，那倒是。唐一威又愣了一下，随即问道：战先生更擅长做点心吗？欧阳家也需要点心师的。他想着，如果战远只能成为欧阳家的点心师，那他还有希望。虽说无法弄虚作假，但是战远第一个收到复试的通知，唐一威心里清楚战远的机会很大，这让他是既羡慕又嫉妒呀。战远那么年轻，
瞧着顶多就是25、26岁左右，厨艺竟然超越他，说明战远天生就是当大厨的料，先天的优势加上后天的努力，会超越很多人。我最不擅长的便是点心。唐一威顿时不说话了，他的脸都垮了垮，觉得自己这一次又要失败而归了。这一次再失败，他不会再来竞争，接受现实吧。有些事，有些东西，不是你努力了就能获得的。战远的手机又响了，他掏出手机，看到来电显示是备注着管家的，连忙接听了。战先生，请问你现在哪里？管家在电话里问道。战远告诉了管家，他现在住在哪家酒店。管家便说道，战先生在酒店1楼的休息区略等片刻，我安排人过去接战先生。战远剑眉一挑，问道，现在吗？是不是复试提前？管家在电话里解释，不是，复试不变，是我们大小姐交代的。大小姐说现在请名厨师，被有心人炒成了件大事，无数人盯着，担心战先生会被同行竞争者阴了，明天无法复试。为了保证每一个应试者都能如期面试，复试大小姐让我提前将你们接过来，在庄园里住上1晚，保证不会被人陷害。战先生是第一个复试者，当然是先将战先生接回庄园住1晚，保证战先生的饮食都是安全的，不会被人下药让你拉肚子什么的。战远，好，不过是请一名厨师，弄得这么大阵仗。战远算是见识到他家未来老婆大人的影响力了。战先生可不能大意，上一次就有人在外面吃饭，被对手跟踪并偷偷下药，让他腹痛拉肚子的，导致他无法如期前来复试，当成是自动放弃。战远，谢谢管家的提醒，我现在在酒店1楼的咖啡厅里喝咖啡，一会儿就去休息区等着。好，管家又叮嘱了战远几句，便结束了通话。等管家挂了电话后，战远对唐家父女俩说道，唐先生，唐小姐，我得回房里拿点东西，就不陪你们了，这次的咖啡我请了。谢谢战先生。战先生去忙吧。唐一威没有再和战远争着付钱，可能是自知败了吧，心情不太好了。战远起身告辞而去。等战远走后，唐天瑜问着父亲，爸，这个战先生防备心很重的，他说的话也未必可信，你先不要失去信心，咱们再等等，总会有复试机会的。爸在这一行钻研的时间绝对比战先生年长，战先生还那么年轻，瞧着也就比我大几岁。我现在什么水平，爸是知道的，他的水平再高，想来也是有限的。爸不要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唐一威挑起一块点心吃了一口后，说道，他做的是最不擅长的点心，都能第一个接到复试的通知，说明他是个非常有实力的人。不要小瞧年轻人，都说了可以小看白发翁，不能小看刘替虫，年轻人的潜力很大的，说不定他有天分。唐天瑜喝了2口咖啡，说道，再有天分，他也年轻，吃过的美食能有多少，会做的菜又有多少，就算他这一次能进欧阳家当厨师，又能做多长时间？谁都知道欧阳大小姐出了名的嘴挑，天天不重样不说，还必须色香味俱全。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难的。我都帮爸整理好了，在欧阳家当厨师的人，工作时间最长的就是半年，最短的只有半个月。唐一威默了默后，说道，如果这一次爸还是应聘不上，爸死心了，接受现实。爸也年纪渐大，再怎么钻研，也进步不大，不想钻牛角尖了。你还年轻，倒是可以接过爸爸的班，好好的钻研下去。下次有美食比赛，爸就帮你报名，让你去见见世面。唐天瑜乐观的倒好，就算爸不能应聘上，就凭爸现在的本事，不敢说能成为神厨，在咱们那一代出名却是可以的。
唐一威笑笑，没有接话。他女儿又说到，战先生长得是真的很好看，说不定欧阳家的大小姐会看他长得好看，破例招他进去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帅的男人学厨的，他要是进军娱乐圈，绝对会爆红。唐一威说道，我总觉得战先生不是普通人。不是普通人是什么人？谁不是普通人？还能是超人不成？唐一威不说话，他就是觉得战远一身贵气，与他们这些普通厨师不一样。爸，还去拜访其他人吗？那些人防贼似的防着咱们。不去了，这一次爸有预感是战先生取胜的了。唐一威叹口气，他终究是技不如人。唐天宇安慰着父亲，爸，欧阳家还没有公布出来，谁笑到最后还是未知数呢。说不定战先生复试的时候一紧张就犯错误呢。不会，他是年轻但看着成熟沉稳，像是见惯了风雨的人。唐一威对战远这个竞争对手的印象极好，他女儿则觉得战远除了长得好看，还真看不出来成熟沉稳。不过城府深倒是真的，大家不过是奔着同一个目标前来，见上两面以后不会再有交集，他们不必将战远放在心上，同样的，战远也不会将他们放在心上。战远已经收拾好了他的东西，只在欧阳家住一个晚上，他便只拿了一套换洗的衣服，然后在酒店1楼的休息区等着欧阳家的管家。管家没有让他等太久，大概过了15分钟，管家便出现在酒店里。战远以为是别人来接他，没想到最后管家亲自来了。战先生，管家很快就看到了战远，他大步地走过来。战远拿着他简单的行李起身迎向管家。管家笑着说，我怕别人认不得战先生，接错了人就亲自来一趟。战先生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拿一套换洗的衣服可以了。那我们走吧。战远嗯了一声，跟着管家走出去。数分钟后，管家开着车载着战远往欧阳家的庄园而去。一路上，两个人时不时闲聊几句，不过也只是聊些无关紧要的事，与欧阳亚有关的战远都没有问，也不好问，问了管家都不会回答，防备心重得很。欧阳家的人也很注重隐私，每个进入欧阳家工作的人都需要签一份保密协议，承诺未经主人家同意，不得泄露主人家的任何事情。违约了，赔偿的违约金对于普通人来说那是天价。战先生能适应我们这边的冬天吗？我听说你们管城的冬天不冷的，不说管城，就是整个 G 省的冬天都不冷哦。有几个地方与其他省邻近，交界的冬天会冷一点，还好没有在外面走动，不觉得冷。酒店里有暖气，他不觉得冷。在酒店的房间里，他只需要穿件长袖衫，连外套都不用穿。而欧阳家的庄园里，除了院子，其他地方都有暖气，同样的不冷。他是应聘厨师的，工作的地方自然就是厨房了，属于室内，哪怕外面零下10几度，屋里也是暖和的。忙起来的时候，他可能还会热得出汗。管城的冬天是真的不冷吗？管家说道，我没有去过 G 省，只知道你们 G 省很富有，管城是个大城市，相对于你们来说是真的不冷，相对于我们来说，降一点温就觉得冷了。哪里都有穷有富的，也是在我们 X 省 A 市是省会城市，也是大城市，不过在很多农村，条件还是差很多。战远温声说到，一样的，就算是经济大省，在偏远的地方，偏远的乡村，一样也有条件不怎么样的。管家笑笑，没有再聊下去，因为快回到欧阳家的庄园了。10分钟后，管家带着战远走进了主屋旁边的一栋2层楼的楼房里，来到了2楼的一间房门口，管家停下来，用钥匙打开了门锁，并推开房门后，对战远说道，战先生，
你今晚在这里暂住一晚。如果你明天复试成功了，这里就是的宿舍。里面的物品在上一位工人离开后，就全部换了新的，你待会儿看看，有没有缺什么东西？缺什么东西跟我说一声，我安排人给你送过来。欧阳家的工人需要进屋里工作的，都是住在挨近主层的这栋2层楼的宿舍里。那些负责前后院工作的工人们，则是住得远一点，因为他们不需要进屋工作，就不需要离主屋太近。能跟着主人家一起住在主屋里的，只有2个管家。好的，谢谢江叔。这个管家姓江，中年人了，但他是上任管家的儿子，打小就在欧阳家长大，后来接替了父亲的班，成了欧阳家的一名管家，深得主人家的信任。江叔对欧阳家也是忠心耿耿的，跟游游山庄的杨叔有的一拼。另一名管家是女性，比江叔稍年轻些，她主要是给那些需要进屋工作的女佣们安排工作，在欧阳家也工作了10年，很讨欧阳太太，也就是欧阳雅亲妈的喜欢。欧阳雅这个当家人则是更倚重江叔，毕竟江叔是看着他们长大的，也是打小在他们欧阳家长大，对他们欧阳家更加的忠心耿耿。你先休息休息，晚餐你想自己做，或者我让人送来给你。自己做的话，去大厨房那里拿点食材就行，里面有厨房的，厨具都不缺。不想自己动手就报个名，这样大厨房里才会备上你的晚餐。到点了让人送过来给你，或者你自己去食堂吃。庄园里的管理和游游山庄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真要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欧阳家的规矩更多，管得更严。游游山庄因为老太太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的原因，没太多规矩，管理上也没有欧阳家这么严。站远说到就一餐半餐的，我不自己做了，麻烦江叔告诉我食堂的位置，晚餐我自己去食堂吃。江叔答道，你走出去后，沿路看着路牌所示就能找到得了。好，谢谢江叔。江叔笑了笑，战先生，希望我们有机会成为同事。会的。战远自信得很，他最不擅长的点心都能让欧阳雅吃下去，更不要说他最擅长的做菜了。记得将你明天要做的菜所需要的食材列张清单出来发给我。江叔离开前提醒着战远。好。战远站在门口目送着江叔离开，看不见了，战远才进房里去。给他的住处是1室1厅1厨1卫1阳台，整个套间占地大概在70平左右吧。对于住惯大房子的战远来说，这样的套间不算大，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住宿条件已经很好了。里面的生活用品全都有，而且都是新的。战远拿出了手机，拍下了从套间门口到阳台的视频。拍完后，他便将视频发到家人群里去，并在群里说到这是欧阳家给厨师住的套间，居住环境是挺好的，已经能跟外面的星级酒店相比较了。唐君业立即打电话过来。战远刚走进房间，他将他带过来的简单行李放在了床上，手机响了，他在床上坐下来才接听母亲的来电。老六，你应聘上了。唐君业开口便问，他其实有点复杂，既盼着儿子能应聘上，又不想儿子被聘上。怎么说，战远都是他们战家的六少爷，跑到几千公里的地方当厨师，唐君业这个当妈的心里是不舍也心疼的，但是儿子要去，他也拦不住，更何况儿子还有追妻任务，都不知道老太太是怎么跑的，一把年纪了，还跑那么远，给孙儿们挑选的妻子人选，真的是东南西北的都有。怪不得老人家经常一出远门就很久都不回来，要摸清那些千金小姐的脾性、生活习惯、人品如何，都需要花点时间。让唐君业这样做，他是做不到的。他又不愁娶不到儿媳妇，2个儿子都那么优秀，
只要儿子愿意结婚，就是管成的女孩子，都够儿子挑上几轮了，何必跑那么远挑个儿媳妇回来？老太太给老六挑选的人，嘴巴还那么挑。好在欧阳家的财富与战家相差不远，欧阳雅又是个年轻有为的当家人，与战家属于真正的门当户对。长媳的出身始终是唐君业心里的一块心病，他不说，不代表他不在意的。就算海童的母家是来自江城的凤氏家族，凤氏家族如今都不如战家了，与战家的差距拉得很大，而且海童又不会接管凤氏家族，除非海玲以后能成为凤家家主，那样才能拉高海童的娘家背景。欧阳雅的家世背景让唐君业很满意，满意之后又有点担心次媳家世背景强过海童，而且欧阳雅现在又是个当家人，以后嫁入了战家，对海童这个长嫂及以后战家的当家太太能否认可？妯娌之间会不会闹矛盾？欧阳雅会不会仗着家世好欺负海童？以前海童还什么都没有，只是小小书店的老板。唐君业内心再不满意海童的出身，也不曾做出过拆散儿子儿媳妇的事情，更没有做出过欺凌儿媳妇的事。现在海童在战家站稳了脚跟，也有了自己的事业，需要战家当家太太打理的小生意，海童虽还没有完全上手，但也能帮着处理很多事情了。说句老实话，现在唐君业对海童这长媳是满意的，海童也立得起来，并没有因为家世普通而自卑。以现任当家太太的眼光来看海童，唐君业觉得海童以后也会是个合格的当家太太。他当然不愿意自己现在一把手调教的接班人会被次媳欺负。唐君业都不知道在心里吐槽老太太多少回了。除了海童，老太太的那些孙媳妇一个比一个厉害，这对海童来说压力山大。自己的儿媳妇自己心疼，唐君业不就心疼海童压力大了？还没有明天下午复试，江叔担心我住在外面会被人害，所以提前接我进来，让我在庄园里住上一晚。如果复试过了，这里也是我的住处。妈，虽然我的住处小了点儿，但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样的住宿条件非常好的了。战远担心母亲会心疼他受委屈什么的，夸赞着欧阳家给工人安排的住处很好。唐君业撇撇嘴，说道：“再好也是小，你说你好好的少爷不当，非要跑到几千公里外的地方给人当个厨师，不过是厨师，还担心有人害啊，弄得好像总统大选似的。”唐君业觉得未来次媳家里也太那啥了，婆比他们战家的还大，也不知道欧阳大小姐好不好相处，还真有点像。战远低笑的倒是挺严格的，可能是带来的好处是无穷的吧，所以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想进来。这一次的竞争对手当中还有个是第3次来的了，前面来了2次都没有应选上。唐君业欧阳大小姐这个人怎么样？她最在乎的是未来的次媳好不好相处。战家男儿娶妻主要看重要人品，娶妻娶贤吗？战远老实的道：“妈，我还没有见到她本人，见过了她的大堂妹欧阳家的2小姐，是个修养极好的姑娘，想来她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真正的豪门千金是很有修养的。你的目标是欧阳大小姐，可不是2小姐。2小姐再好，与你有什么关系？”唐君业担心儿子会选错对象，你可别学老四呀。你四哥就说他喜欢的女人和你奶奶选给他的不是一个人。战远笑道：“我相信我奶奶，我未来四嫂说不定是双面人，我四哥还没有识破罢了。四哥还嫩了点儿，奶奶可是老狐狸。3嫂女扮男装20几年都没有人知道，奶奶都能查到呢。妈，我真正的目的还是做菜。欧阳大小姐嘴巴挑，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她感觉小儿子对欧阳雅没有男女之情呀。
不过连面都还没有见着。现在谈情，的确是没有。反正你们都长大了，翅膀硬了，妈从来也无法做你们的主，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妈只要你们身体健康，平安归来就行。这快过年了，你是不是过年都不回来？战远默了默后答道：打工人，身不由己，可能今年过年不能回家了。唐君业一脸黑线，他生的好儿子放着少爷不当，跑去当打工人。你不回来过年，你奶奶那里你自己去说啊。唐君业抱怨着儿子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马上就过年了，还跑那么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用儿子的话说，以后是打工人了，身不由己，不是想回来就能回来的。对了，欧阳家只有一个厨师的吗？要是多几个人，你们还可以轮休。过年你就休年假吧，就是打工人。也有年假的，咱们家的工人，只要过年想回家的，提前跟杨叔说了，杨叔会安排好，根本不会耽误他们回家过年。过年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一大家子也就过年的时候才能人齐，偏你要跑那么远。想到过年的时候小儿子不在家，唐君业的心情就不好了。战远说道：妈，我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应聘上呢，等我真的应聘上了再说吧。能不能回去过年，我现在也说不准。如果应试不上，就马上回来，等过了年再过去。知道了，不想让老母亲心情不好。母亲说什么，战远就应着。好不容易哄住了老母亲，结束了通话。战远自言自语着，我和大哥还小的时候，爸妈经常在外面跑，有时候1年半载都见不到你们一面。现在你们退休了，轮到我们要在外面跑了，倒是想让我们天天在家里陪着。父母上了年纪后，看待事情都不一样了，对儿女们的感情也不一样。不能说父母不疼爱他们，只是父母年轻时要挑的担子重，他们又喜欢跟着奶奶，父母放心将他们交给爷爷奶奶，陪伴他们的时间自然少了很多。那边的唐君业在结束了和小儿子的通话后，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的，戴着老花眼镜在看着报纸的战丽蓉，听到妻子的唉声叹气，不得不抬头看向妻子，好笑地问着：电话打过了，做什么唉声叹气？儿子只是出一趟远门，又不是第一次，你用得着整天惦记着吗？他们还小的时候，你都没有这么惦记着他们。现在他们都是成年人了，也被社会毒打了多年，有了不少人生经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唐君业叹着气，这马上就过年了，老六跑那么远，还是去给别人当厨师的。用他的话说，他现在是打工人了，过年都不知道有没有年假，能不能回来过年。不回来过年就不回来呗，知道他在那边混得开不就行了。等到明年，说不定带着女朋友回来过年了呢。战丽蓉折叠起报纸，笑道：明年过年咱们家就很热闹了，到时候咱们的孙子应该都有几个月了。君业，你说阿印和海童的孩子会像谁？当然是像他们夫妻俩，是他们俩的孩子。还有，你在家里少说孙子的，你妈听到了骂死你，她老人家要抱曾孙女的。战丽蓉，是她想抱就能抱的吗？我敢说，海童肚里的宝宝绝对是个男娃，咱们的长孙，我无所谓孙儿女的，第一个孙辈那就是我的眼珠，以后咱们就在家里含饴弄孙了。反正大师说阿印和海童是儿女双全的命，命里有的终须有，咱们总能抱到孙女的。这一胎生了儿子，过几年让他们拼个2胎，说不定就能儿女双全了。唐君业对于第一个孙辈是孙儿还是孙女也不是很看重，海童嫁过来1年才怀孕的，他们这些当长辈的盼了1年才盼到，觉得海童能怀上就很不错了，男女都无所谓。老战妈给老六选中的是欧阳雅，欧阳家在他们城市也是首富，不论是财富还是势力，跟咱们家差不多。
战丽蓉笑道：“有我妈在，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可以省心多了。孩子们的人生大事，我妈都操心完了。那些兔崽子也只怕他们的奶奶，也就是他们的奶奶才能拿捏他们，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去追妻。”唐君业瞪他：“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海彤是咱们的长媳，战家以后是阿印当家，海彤就是当家太太，但她的家世背景比不上欧阳雅的。以后欧阳雅入门会不会欺负海彤？手心手背都是肉，两个都是我儿媳妇，我帮谁？”战丽蓉：“老婆，你想的有点多，有点远了。我妈看中的人，人品不会差的，就算欧阳雅入门，也绝对不会欺压海彤。况且海彤是任人欺压的吗？都这么长时间了，彤彤是什么脾性的人，你还不清楚？再者，还有阿印在呢。阿印是兄弟当中的老大，他的弟弟堂弟都以他为尊，阿印能管得住弟弟们，海彤就能得到妯娌们的尊重。”战丽蓉对长媳很有信心，妈总是说阿印的感情特殊，她看中海彤，主要是知道了海彤和阿印有夫妻缘分。彤彤的家世背景跟云初比还是不相上下的，跟乔涵比都不够看了，更不要说欧阳雅。唐君业还是担心海彤以后会被妯娌压一头。那你偏疼点彤彤了？战丽蓉笑道。唐君业又说道：“手心手背都是肉，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也有厚薄之分的。手心的肉厚一点，手背的肉薄一点。”想了想后，唐君业说道：“我得多提点彤彤，在欧阳雅进门之前，先帮彤彤在管城立威，让人不敢小瞧他。现在也没有人小瞧他，只有人羡慕嫉妒他，真没有人敢小瞧他的。你呀，好的不想，总想着不好的。咱们家的人都是讲道理的，放心吧。再说了，等几个小子都结婚了，也得分家的，平时都在自己的小家里，逢年过节才回山庄里聚聚，远香近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保管什么矛盾都不会有。欧阳雅再厉害，那是投了个好胎而已，是继承祖产。彤彤那是自己创业呢，他的蔬菜瓜果公司版图越来越广了。一句话，战丽蓉100%相信，长媳能当好战家当家太太，